很多人都玩过大富翁吧？掷骰子、走格子、买地、盖房子、收过路费。小时候，你觉得这游戏纯粹靠运气，谁先踩到好地段，谁运气爆棚，最后谁就赢。可当你长大了，进了社会，再回头看，就会发现，原来运气只是表面，真正决定输赢的是你在背后能不能用策略。比如，有人懂得优先凑齐一整套颜色的地，能快速盖旅馆，一下子就把别人搞到破产。于是你点头，心想赚钱靠策略。可等你真正被社会毒打过几年，创业失败，债务压身，你再看大富翁，心里可能会发凉。原来你根本不是那个掷骰子的玩家，你只是棋盘上的一块地，一张卡，随时被别人买来买去。你真正的角色就是在别人划定的规则里默默交过路费。很多人喜欢问，身价上亿的人到底靠什么生意发财？这问题就好比问大富翁里最后赢的人买的是哪块地。你以为知道了答案，下次就能赢？其实毫无意义，因为游戏的发牌人从来不会把那块地直接发到你手里。于是你追风口，看到有人靠房地产赚大钱，你心想要搞地产；看到别人靠互联网翻身，你又转头还是得做科技；再看到新能源暴富，你马上又扑过去，原来要抓风口。就像墙头草，风往哪边吹，你就往哪边倒。结果呢？你追了一辈子风口，连一根猪毛都没捞到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错了方向。你只看见了他们站在哪个行业，却没看懂他们玩的是哪套规则。房地产、互联网、新能源，这些只是赛道，不是决定成败的核心。真正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做大，是他构建的商业模型是什么物种。有的生意像工蚁，必须靠无数滴汗水去维持，辛苦是辛苦，但规模上不去。另一类生意像哥斯拉，能自我复制，吞噬一切，一旦起飞就一发不可收拾。真正能撑起亿万身家的生意，内核里都带着几种反物理的基因，他们无视常人的能量守恒定律，像开了外挂。今天我就带你把这种生意的基因一根一根抽丝剥茧，放到显微镜下，看清它们的真面目。第一根基因，边际成本递减，就是做一个合作100万个，成本差不多。举个例子，你楼下那家面馆，王师傅每天和面、煮面、洗碗，他卖一碗面就有材料、时间和体力成本。他想多赚1倍，就得多卖1倍，成本几乎全都翻倍。假如他梦想赚1个亿，得卖多少碗面，得开多少分店，得雇多少师傅。你一想就知道，这是个拼命干也干不出来的活儿。他的收入增长和付出是线性关系，一分耕耘一分收获。这就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世界。可在另一个魔法世界里，规则完全不同。比如微软，当年开发第一套 Windows 花了几十亿美元，几千名顶尖工程师，好几年时间，成本高得吓人。可一旦完成，复制第二套的成本是多少？几毛钱的光盘。现在更夸张，直接在线拷贝，几乎是零成本。他卖给你一份，挣500块，卖给第100万个用户还是500块，但新增成本接近于零。想想这种模式的恐怖，前期憋个大招，后面就是无限复制，每一次复制几乎都是纯利润。这就是边际成本递减的魅力。软件是典型代表，一个 App， 一个 SaaS， 前期开发成本高，但一旦上线，每多一个用户，成本几乎不变，收入却直线飙升。再比如专利和品牌，可口可乐研发出一个配方后，全世界授权生产，它只需躺着收钱。一个品牌在消费者心智中扎根后，卖什么都能议价。你可能觉得它不过是一瓶汽水，可你愿意为那瓶红色的标签多掏几块钱。这些生意的共同点是什么？
它们的核心不是物质，而是信息和知识产权。代码、配方、认知、IP 这些东西一旦诞生，就能无限复制，而几乎没有额外成本。这就是第一个秘密，让你的收入和体力劳动彻底脱钩。如果说边际成本递减解决的是赚钱的爆发力，那么网络效应解决的就是护城河的深度。什么叫网络效应？翻成人话，一个东西用的人越多，它本身就越有价值。听起来像是个永动机，对吧？可现实世界里真就有这样的永动机。最直观的例子就是社交软件。假设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用某个聊天工具，那它对你来说价值等于0。你一个人对着屏幕能聊谁？但假如有10个人用，你们10个就能互相交流，它开始有点用处。假如有10亿人都在用，它的价值就爆炸了，因为你身边所有想联系的人都在上面。你想辞职换工作，老板在上面；你要跟同学聚会，群在上面；你要找合作，客户也在上面。这时候，就算有人推出一个功能更酷、界面更好看的新软件，你会换吗？你不会，因为你所有的社交关系链都已经被锁在那个平台里。换过去，你就成了孤岛。这就是网络效应的恐怖之处。产品的价值不再由它自身功能决定，而是由用它的人决定。用户本身成了价值的一部分。每一个新用户加入，都会增强整个网络的力量。用户在帮平台免费打工。再看另一个例子，电商平台。越多卖家开店，就会吸引越多买家来逛，越多买家来逛，又吸引更多卖家入驻。这就是飞轮效应，滚起来越来越快。等到平台站稳脚跟，就不是一个购物网站了，而是整个市场的基础设施。你现在要做一个电商去打败它，几乎不可能。再比如操作系统，无数开发者为他们写 App， 这些 App 构成了操作系统的生态。用户因为有丰富的 App 选择，所以留在这个系统。开发者因为有庞大的用户群，所以愿意为这个系统开发。闭环一旦形成，想撬动难如登天。所以你看，网络效应不是单纯的规模效应，规模效应是量大成本低，而网络效应是量大价值高，这完全是另一重境界。而且网络效应一旦突破临界点，它会进入自我生长的循环，更多用户带来更多价值，更多价值吸引更多用户，到最后它会形成事实上的垄断，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垄断，而是心理意义上的垄断。用户觉得没有它我活不下去，这就是终极壁垒。这里再给你讲一个现实中的案例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很多人知道 Netflix 是流媒体巨头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，它当年最强的武器并不只是版权，真正的武器是它的用户网络。越多用户订阅，它越有钱买内容，越多内容上线，它又吸引更多用户。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。等别人反应过来要学它时，用户习惯已经被牢牢锁死。你就算推出一个更便宜的版本，也很难撼动，因为人已经习惯了点开就能看的体验。你发现了吗？网络效应的本质其实就是把用户的选择变成了群体共识。一旦共识形成，你再好的产品，如果没有足够的初始用户群体，都很难打破。就像你要办婚礼，所有朋友都用同一个平台收红包，你会去用另一个吗？不会。
因为选择权早就不在你手上了。所以第二根基因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大钱不在于你做出一个多好的产品，而在于你能不能搭建一个厂，让人在里面越用越离不开，越用越觉得有价值。既然有了边际成本递减和网络效应，是不是就已经天下无敌？看似是，但还缺最后一块拼图。这一块拼图决定了你是偶尔爆火，还是能稳定收租。没有它，你每天早上醒来还是会焦虑今天有没有客人。有了它，你就能闭着眼睡觉，钱也会自己流进来。这就是第三根基因，持续性收入。想象一下，你楼下的王师傅面馆，今天你走进去，他卖你一碗面，挣了你100元台币。明天他想再从你身上挣100元，怎么办？得指望你明天还愿意来吃。可问题是，你明天可能吃腻了，可能换口味了，甚至可能搬家了。这意味着王师傅的每一块钱都是一次性的。他每天睁眼第一件事就是担心今天客流够不够。这种一锤子买卖的模式是大多数人熟悉的，但他的问题在于现金流不稳定，完全靠运气。你今天爆满，明天可能门可罗雀。就算做到全程连锁，老板依旧得天天担心天气、疫情、租金、竞争，压力一点都没减。而聪明的生意人早就明白，真正的财富不是靠一笔笔买卖，而是靠持续性收入。用一句最通俗的话解释，一次获客，长期收费。你想想看，你是不是每个月都乖乖交手机费？你是不是每年都自动续保险？你是不是用影音平台一开就是连续好几个月？这就是持续性收入的魔力。差别在哪？王师傅卖你一碗面，他得每天重新争取你一次，而电信公司抓住你一个手机号，他就能锁你10几年。甚至你换了新手机，也不会轻易换掉号码。现实案例太多了，软件公司最先学会了这招。以前你买一个软件，付一次钱，装在电脑里就完事。微软也曾经靠卖序列号赚钱，但后来他们发现这模式风险太大，用户买一次可能10年都不再升级。于是他们开始转向订阅制。你现在用 Office 365根本没有买断，只有每月付费。看似贵了，但其实是企业更稳定的现金流机器。健身房卖年卡也是一样的逻辑，他不在乎你来不来，反正钱先收下来了。大多数人3分钟热度，前2个月天天去，后面直接沉没成本。对健身房来说，这就是躺赢的收入。再说更生活化一点，你有没有注意，现在连卖咖啡的也拼命推储值卡，表面上是给你优惠，实质上是提前锁定你的消费。哪怕你一时半会忘记用，他的钱已经进了商家的账户。还有一个更恐怖的，保险。全世界保险公司最懂持续性收入。你今天买了一份保单，接下来几十年每年都要续交，客户即便心里骂贵，也不敢轻易停，因为一旦停就等于前面的全部作废。保险公司靠的就是这个心理，稳定收租。那么持续性收入到底带来什么好处？第一，稳定。一个 SaaS 平台，如果这个月有1000个客户，下个月大概率还有950个。它可以提前预测现金流，敢大胆投资。反观王师傅，今天有100万，明天可能只有30万，完全没安全感。第二，获客成本被摊薄。拉一个新客户进来，本来要花一大笔广告费，如果只做一次性买卖，你很可能亏。但如果这个客户会长期付费，随着时间拉长，利润会源源不断冒出来。电信公司就是这样，前期拼命补贴手机给你，就是为了让你长期交月租。第三，
客户越用越黏。持续性收入模式其实暗中把关系变成了锁链。你已经习惯用同一个系统、同一个平台，就算出现更便宜的选择，你也懒得换，因为换意味着迁移、学习、风险。于是你被牢牢困在里面。听到这，你可能觉得边际成本递减、网络效应、持续性收入3合1，不就已经是无敌的印钞机了吗？没错，这3根基因凑齐，就是巨头公司的终极武器。你看苹果、微软、亚马逊，他们是不是全都沾齐？苹果靠 iPhone 建立硬件生态 App Store， 拉动网络效应，用户买了手机就被持续性收费模式锁住。微软靠 Windows 和 Office， 边际成本接近0，网络效应来自生态，订阅制让现金流稳如泰山。亚马逊更绝，电商飞轮加会员制加云计算订阅，3大基因同时发力。所以等你再回头看那些名字响亮的公司，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屹立不倒，不是因为行业选对了，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模型天生带着这种基因。那问题来了，普通人怎么办？你可能会想，这些都太远了，我又做不了巨头。别急，这里才是重点，你不需要凑齐3根基因，你只要在自己小小的生意里，哪怕沾上一点边，你就已经比绝大多数同行更有优势。比如说边际成本递减，你是个摄影师，与其每天接1对1拍摄，不如把自己拍婚纱照的经验做成一套课程，放到网路卖，做一次就能卖给无数人。比如说网络效应，你是个钓鱼高手，与其一个人玩，不如建一个钓鱼社群，里面的人越多，价值越大，后来者就越离不开。久而久之，你成了当地钓鱼圈的基础设施。再比如持续性收入，你是做清洁服务的，与其只收一次性费用，不如设计一个长期维护方案，让客户每月付费。这样你不用每天担心有没有新单。这就是屠龙之术给普通人的启示，不是让你去真的屠龙，而是让你杀鸡的时候也能借用龙的牙齿。到这里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一个残酷的事实，我们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在玩面馆的游戏，辛苦、稳定、重复，但永远跳不出一碗一碗卖的逻辑。可是那些财富滚雪球的人，他们玩的却是另一个维度的游戏。他们的游戏里有3个暗码。第一，边际成本递减，让收入和体力劳动脱钩。第二，网络效应，让产品越用越值钱，竞争者难以撼动。第三，持续性收入，把一次生意变成长期收租。3者一旦组合，生意就不再是做买卖，而是开印钞机。你说这是不是玄乎？不玄乎。你仔细想，身边那些已经躺平的人，哪个不是这样？举个最接地气的例子，想想一张经典的流行歌曲，表面上它只是3分钟的旋律，可实际上它背后藏着那3大基因。这首歌录制完成之后，无论卖一张专辑还是被下载100万次，边际成本几乎没有变化。做一首和卖100万首成本差不多，这就是边际成本递减。当越来越多人传唱，它的价值就开始自我放大。你哼一句，朋友跟着唱一句，歌曲本身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。这就是网络效应。而当这首歌签下版权，被各大平台循环播放，每年不断带来分润，这就是持续性收入。这就是为什么一些作品能让创作者一辈子衣食无忧，而另一些人明明同样辛苦创作，却只能换来一次性的收入。关键差别不在努力，而在模型。重点来了，你不需要做到大富豪的级别，也不需要3大基因全部齐全，你只要有意识地在自己的工作里找一个切入点，就足够改变命运。你是补习老师，那为什么非得1对1？你可以录课程、做教材、
卖给成千上万的学生。这是边际成本递减。你是手作工匠，你可以搭建社群，让手作爱好者互相交流买卖。你变成连接者，而不只是生产者。这是网络效应。你是健身教练，别只收一次课费，试着卖月度计划，长期追踪。客户每月付费，你就有持续性收入。这些改变听起来小，但本质是换了游戏规则。很多人一辈子累死累活，为什么还是原地打转？不是因为不够努力，而是努力错了地方。努力做一个线性的生意，就像不停搬砖。搬1块砖得1块钱，搬10块砖得10块钱，你想搬出100万块砖？抱歉，你的人生根本没有那么多力气。而有些人，他设计的模式是指数型的，前期辛苦一段时间，后面就能自动放大。你以为他走运，其实是因为他选了一个带外挂的模型。这就是战略与战术的差别。战术上再勤奋，战略选错了，也只能原地打转。就像你在大富翁里天天算点数，却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掷骰子的人，而是棋盘上的格子。所以我想留给你一句话：选择比努力重要10000倍。当然，听到这里，有人会觉得这些道理我懂，可要真做起来，好像也没那么容易。没错，难就难在起步。你要从0到1，去录第1套课程，去搭第1个社群，去卖第1个订阅。刚开始没人理你，刚开始赚不到钱，刚开始觉得丢脸。可你要知道，那些今天能靠印钞机过日子的人，当年也都是从0开始。区别只是，他们愿意咬牙走过那一段没人看见的黑夜，而大多数人在黎明前就放弃了。好了，3大基因讲完了，故事也铺到这里。现在选择在你手里，你要继续在棋盘上乖乖交过路费，还是尝试站到棋盘外去做那个真正的玩家？答案只有你自己能给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